我们此刻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通过交换得到的。用时间换取金钱，用眼泪换来成长，连爱与信任也是在看不见的交换中完成的。甚至是我们的呼吸，也是交换得来的。每一次吸入氧气，都是从世界领受；每一次呼出二氧化碳，都是向世界回馈。这样的节奏，从出生到死亡，从未停歇。若交换停下，生命便随之熄灭。命运的秘密早已写在我们的身体里，没有交换就没有存在。我们往往只想得到，却忘记了给予。然而，得到和给予正是宇宙维持平衡的节律。任何只取不予的存在，终将枯竭并消亡。你想被爱，就要先学会给予爱；你想获得财富，就要为他人带去价值；你想得到尊重，就先要尊重他人。正是在这种动态的能量流转中，我们才被锻造成如今的自己。拒绝交换，等于拒绝成长，因为生命的繁衍、知识的延续、灵魂的觉醒、意识的层级提升，无一不是在交换中诞生的。我们从小努力读书，拼命工作，奋力追逐梦想，人生看似是一场单向的奔赴，仿佛一切只是向外索取才会拥有。然而，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背后潜藏的是无时无刻的交换。我们用呼吸交换空气，用倾听交换感情，用哺育后代交换人类的未来。交换才是生命的本质，是宇宙运作的法则。一次次的交换，最终塑造了我们成为谁。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一次迁就，一句责备，一念感恩，一个拥抱，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能量结构。当你用焦虑去交换安稳，用怀疑去交换忠诚，用冷漠去交换热情，你是否清楚自己正在奔赴什么样的现实？只有明白交换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有些人越给予越富足，有些人却越索取越匮乏。这并非命运的残酷，而是能量运行的法则。当你愿意用慷慨交换吝啬，用真诚交换虚伪，用善意交换记恨，你交换的就是你的灵魂期许的未来。这里是动量方舟，是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你的点赞、留言、订阅与超级感谢，正是邀请你参与这场交换之中。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戴维·霍金斯博士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精神科医师、哲学家与灵性导师。他的一生致力于探索意识的深度与人类灵性的可能性。他以严谨的学术背景与灵性洞见相结合，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力极大的思想者之一。他的代表作《力量与强迫》为意识研究开启了全新的视野。在书中，他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每一种意识状态都带有可测量的能量频率，这些频率不仅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也形塑了我们散发的气场，并决定了世界如何回应我们。他将这一理论整理为意识能量图谱，依据能量振动频率，将人类意识划分为不同层级。在这张图谱里，羞愧被标记为20，罪恶为30，勇气为200，爱为500。当人进入开悟状态，达到700以上，整个能量场会发生质变，就像水温跨越沸点，由液体转化为蒸汽，生命也随之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这不仅是一张描述意识的图谱，更是一张交换的地图。因为在不同的意识层级中，我们所能进行的交换截然不同。在羞愧与恐惧的低频下，交换出的是痛苦与匮乏；在爱、喜悦与平和的高频中，交换出的则是丰盛与自由。实际上，每一次给予与接受，都是我们的意识在与更高频的宇宙律动在共振。霍金斯博士同时区分了力量与强迫的根本差异。力量来自内在的真实，
正直与爱，它无需外力支撑，因为它本就与宇宙法则同频。强迫则依靠控制、操纵与恐惧建立，它消耗能量，难以长久。这意味着人生中每一次的交换，最终都在揭示你是以爱与平和的高频交换丰盛，还是以羞愧与恐惧的低频交换匮乏。你是以力量与世界互动，还是以强迫消耗生命？霍金斯博士在著作中强调，人类的行为并非单纯由环境或欲望决定，而是由每个人内在的意识层级驱动。意识所发出的频率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情绪与行为模式。从羞愧、罪疚、恐惧这些低频状态，到爱、喜悦、平和、开悟的高频状态，每一层级都是一份与世界的交换契约。在低频层级，我们交换的是痛苦、焦虑与匮乏；在高频状态，我们交换的是爱、信任与丰盛。换言之，你在每一次交换中得到的结果，其实都是你当下意识状态所创造的。当你处于高振动频率时，你自然会以力量与世界互动，并吸引相应的能量场域回应。随着意识层级的提升，你能与宇宙交换到的，也将是更丰盛、更深远的结果。宇宙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交换，在宇宙始创的瞬间，能量与物质在无尽的虚空中交换形式，诞生了星系、行星与生命。地球上的氧气循环，便是植物与动物间的交换。植物释放氧气，动物回馈二氧化碳，形成永续的平衡。人类作为生物体，本质上就是交换的产物。我们呼吸、进食、排泄，皆是与环境的互动。交换的最基础形态源自物质的互换。从原始的以物易物到货币的诞生，从小规模交易到复杂的金融市场，人类社会的文明正是建立在无数场物质交换之上。这些交换看似清晰透明、明码标价，但真的是等价交换吗？当我们在市场上购买一件衣服，表面上是金钱与物品的交换，但金钱来自劳动，劳动来自时间，时间来自生命，而生命背后往往伴随着压力、消耗与牺牲。我们习以为常的交换物质，实际上无法揭示交换背后深层的真相。我们每天购入或卖出时，表面上像是在进行等价交换，其实我们是在不自觉间用生命中更珍贵的部分去交换了短暂的满足与安慰。霍金斯博士在《力量与强迫》中提到，若生命只停留在物质交换的层次，那么所得将是短暂且有限的。唯有当意识层级被提升，交换才会超越物质，进入灵魂与宇宙的互动。低频状态下，即使获得物质，也难免交换到焦虑与匮乏。高频状态中，即便只是一句感谢、一份感恩，也能交换到丰盛与安宁。当一个人处于感恩状态时，他所交换的不只是语言或行为，而是一整个更纯净的能量场。这股高频流动不仅悄悄转化了他自身的磁场，也会自然地影响他的财富流动、人际连结与人生轨迹。一个处于感恩状态的孩子，能让家庭气场转向和睦与安定。如果是以控制为爱的父母，可能最终交换到的是对抗与疏离。交换的本质不是给予了什么，而是你用什么样的意识状态给予。交换不是可见的得失，是存在状态的投射与显化。选择强迫，就是用恐惧交换痛苦；选择力量，就是用爱交换丰盛。理解并觉察它，意味着我们开始学会选择，选择何种能量进入自己的生活，又选择以何种能量与世界互动。借鉴霍金斯博士的意识谱系，我们可以将交换理解为不同层级的展现，从强迫走向力量。最低层级是掠夺式交换，恐惧驱动的盗窃或欺诈，
意识值低于100，这是强迫的极致，表面得利，实则耗损灵魂。历史上的殖民掠夺便是例证，强迫贸易换来短暂繁荣，却种下长远的冲突与创伤。提升至中层，意识值150至200，交换转为交易形式，基于利益计算的互动，如职场的薪资谈判，这比掠夺更文明，但仍带有强迫色彩。许多人因压力妥协，失去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一层级的交换，揭示了人类虽走出原始，但仍未摆脱恐惧的阴影。当意识提升至300以上，交换迈入共生形式，它源自爱与信任，不再只是得失计算，而是共同成长。婚姻中伴侣的支持，朋友间的扶持，都是力量的体现。霍金斯博士强调，力量源于内在整合，而交换正是其载体。当你无条件给予，对方的感恩会放大你的能量，宛如物理学的共振现象。两个振动体彼此呼应，会产生更强的波动。更高的层级是意识值500以上的启蒙式交换，这是灵性的巅峰，如导师与弟子的传承。禅宗大师铃木俊龙在《禅者的初心》中说，师徒之间的交换不是知识的转移，而是觉醒的分享，无需强迫，真理自然流露。这一层级的交换，往往发生在灵魂深处的共鸣时刻，一个眼神，一段静默，便足以启发彼此进入更高的境界。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奉献式交换，意识值在600以上，这是超越个体得失的境界，如无私的慈悲与服务。圣人、智者、伟大的医者或艺术家，皆可能透过自身的生命能量，无条件地交换给群体与时代。他们并非为了回报，而是生命自然而然的流露。这样的交换不仅改变个人，更可能改变文明的走向。交换的转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低层走向高层，而这需要一种持续的觉察，时刻留意自己正以何种能量与世界互动。当你意识到交换中带着强迫的痕迹，比如内心的抗拒、恐惧或想要控制的冲动，若能停下来，选择用力量去回应，如真诚的表达、耐心的倾听或主动的理解，那么交换的质地便开始不同。一次争执中，用倾听去化解敌意，就是一次能量的转向。在压力里，以宽容取代苛责，便是一场灵魂的前行。甚至在更日常的时刻，当你在不耐烦中选择多一份温柔，在冷漠里选择多一个微笑，这些微小的转化都能让交换的层级提升。交换不是冰冷的阶梯，而是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流。每一次选择都决定了我们是要往上游，奔流向清澈的源头，还是停滞在浑浊的低洼里寸步难行。艾米·怀恩豪斯，英国爵士女歌手，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与深刻的创作风格迅速成名，却也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步走向毁灭。她被媒体与粉丝不断催促着拿痛苦来创作，宛如一场无法逃脱的交换契约，用灵魂换取掌声，用伤痕换取认同。当爱与创伤都成为可售卖的素材，他已经没有什么能留给自己了。他的故事是强迫式交换最残酷的写照。强迫式的交换违背了宇宙的自然律动。一段基于恐惧的关系，一份依靠控制维系的工作，一种无休止追逐外在认可的渴望，皆属此类。这样的交换短暂奏效，却最终导向能量的浩劫。正如霍金斯博士在《力量与强迫》中所言，强迫也许带来权力的幻想，但终将摧毁内在的稳定与生命的韵律。它仰赖外在支撑，无法自我滋养，让人逐渐陷入疲惫、焦虑与虚无，就如拔苗助长，表面欣欣向荣，根部却已失去生机。
更深一层来看，强迫式的交换夺走灵魂的自由，它让人困在我必须得到的回圈里，而忘却我本已完整的真相。这就是为何许多人即使身居高位、财富满盈，仍感焦虑不安，因为他们的生命架构建筑在强迫之上，而非力量的滋养。唯有当交换回归力量，灵魂才会重新找回自由，生命也才会真正展开。1990年2月，南非清晨，曼德拉缓缓走出罗本岛的高墙，结束了27年的囚禁生活。这27年间，他被剥夺自由，饱受屈辱，也亲眼目睹种族隔离带来的撕裂与血泪。当牢门打开时，他完全有理由选择报复，将积压的痛苦化为怒火。然而，他选择了宽恕，选择以内在的力量交换一个民族的未来。他深知，唯有力量的交换才能撼动历史，唯有灵魂的转化才能孕育和平。他用沉默的意志换来国家的新生，用胸怀的宽广开启了民族的转向。这样的交换才是真正的力量之选。交换并非总是表面的得失，它有时如涓涓清泉，无声却能蕴养生命；有时却似烈火，炫目一瞬却焚尽一切。理解这一点，才是我们真正踏上内在修行的起点。力量的交换是顺势而行的流动，它不是我要得到什么，而是我愿意分享什么。当一个人散发爱、诚实与感恩，便自然而然吸引同频的回响。真心的赞美、困境中的诚实、恐惧中的勇气，都是力量的交换。它不仅滋养他人，也反哺自我。力量不因分享而减少，反而因分享而倍增，如同火焰点燃另一束火焰，光亮愈加明盛。这样的交换是一种双向的滋养，它让人愈活愈有能量，也让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更加丰盈。当我们以力量的方式给予，生命就会进入持续增长的循环，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既汲取大地，也庇荫他人。现在，让我们从理论转向行动。为了将交换的本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里提供3个带有温度的微练习，帮助你在纷繁的生活中觉察那些无声却深刻的交换。练习1：意识的日志。情绪不只是记录下来的状态，更是一次次交换的入口。当你提笔时，请追问自己：我渴望什么？我害怕失去什么？我此刻正用什么去换取什么？尝试同时写下4个层面：眼前的情境、身体的感受、脑中的念头与隐藏的需求，以及你愿意采取的交换方式。例如，在办公室会议中被打断，我胸口发紧，脑中闪过不被尊重的念头，这其实是我用对掌控场面的渴望，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再如，被朋友夸赞时，心口发暖，我以他人的肯定换取价值感，若能承认自己的努力，就能以自我肯定换来更稳定的喜悦。又如，看见同事升迁，胃部抽搐，我在用比较换来自我贬低，若能把比较化为学习，从对方的经验中汲取养分，就能以行动换得成长。长此以往，你会发现，愤怒多半是在用控制换取安全感，悲伤是在用留恋换取关系的延续，恐惧是在用确定感抵消不安，而爱则总是在用信任换来更深的连结。情绪是一面镜子，时刻映照着我们与世界的交换模式。练习2：观点的溯源。选择一个你坚信不疑的观点，追寻它的源头，找出是什么塑造了你的判断与行为的内在准则。它或许来自童年父母的话语，也可能来自书本、教育体系，或是社交媒体上的主流言论。例如，吃苦是美德这类观点，表面看似励志，实则可能让人长期停留在受苦才有价值的频率中，无法自然对其喜悦、轻盈与丰盛的生命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请细细体会，
当初你用什么交换了这个信念？是用好奇心交换的结论，还是用独立思考交换的权威？而当你找到源头后，请再问自己，这个思想是否仍然契合你此刻的灵魂，还是它只是外界加诸的强迫式交换？如此溯源，能帮助你分辨哪些思想真正属于自己，哪些则可以温柔地放下，为更新的内在频率腾出空间。练习3：价值的重估。选择你视为最珍贵的一件事物或记忆，静静地问：我为此付出了什么？也许是一笔金钱，也许是几年的时间，也许是不曾意识到的牺牲。昂贵的手表背后，或许是无数个加班夜晚；珍贵的回忆背后，或许是某段关系的结束。一幢房子，可能是数十年背负贷款与焦虑的代价；一段感情，可能包含着长久忍让与不为人知的辛酸。透过不断追问，你会愈发清楚地看到，拥有的背后都是一场交换。而当你真正意识到这点时，你也会开始重新衡量，哪些交换让你获得力量，哪些交换正在暗暗消耗你的灵魂。这些微练习能让你慢慢从一个被动的交换者转变为有意识的参与者。你不再只是接受能量与价值的流转，而是开始选择，在与世界的交换中，我要让什么进入我的生命，又愿意把什么带给他人。回顾我们的一生，最难以忘怀的片刻，往往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与谁曾经交换过温暖。母亲的怀抱，爱人的凝视，陌生人的善意，都在我们孤单或无助时，成为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些片刻让我们明白了，交换不是冰冷的算计，而是带着温度的灵魂共振。霍金斯博士的意识能量图谱让我们了解到，低频的羞愧与恐惧让人陷入掠夺与防卫，而高频的爱与和平则孕育出理解与回应。当我们跌落低谷时，也许只是一句真诚的安慰，便能让希望重新燃起。当我们感情受挫时，也许朋友一句贴心的关怀，就能让心底重新松动。这些带着温度的交换，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的人生旅程，正是一步步学习如何进行更纯净、更有意识的交换，从索取到给予，从控制到信任，从计较到成全。我们赤裸而来，最终归于尘土，而在这两端之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又一场交换。身体在交换疼痛与喜悦，思想在交换信念与记忆，灵魂在交换爱与理解。理解这点，让我们更加清醒地看见，那些在人生旅途中看似失去的、错过的，甚至受伤的片刻，其实都在悄然之中转化为生命的赠礼，成为我们灵魂更柔软、更有力量的证明。不要再执着于拥有什么，也不要再抱怨失去了什么，因为在生命的宏大叙事中，没有绝对的拥有，也没有绝对的失去。所有的拥有都是暂时的交换，所有的失去都可能在无声中交换成了更有价值的收获。生命不仅是一场巨大的交换，它既宏大慷慨，又细腻周全，并且周而复始，永不停歇。那么此刻，你想用当下交换什么样的未来？